The 5th Annual Chinese Bloggers Conference was held this year in a cave near Lianzhou, a small city surrounded by mountains in western Guangdong Province. Bloggers included geeks, journalists, teachers, activists, and other Chinese people who use blogs and grassroots media to communicate with China and the world. We asked some of the bloggers what they'd been doing in the year since the last conference and how they thought the Chinese internet had changed during that time. Chang Ping 老师，谢谢参加我们节目。现问您这一年来在忙什么呢？我还是在写一些文章，然后再做一些研究，同时也做了一些很具体的事情，也参加一些活动。那么我这所有事情有一个核心呢，还是我一直比较关注这个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这是一个核心，以及媒体怎么这个对待这个权利意识。您觉得这一年来在中国互联网发生的事情或者事件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中国互联网2009年的关键词应该是强或者翻墙。这一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政府越来越多的屏蔽一些网站的时候，大家学会了越来越多的翻墙的办法，而且我觉得应该把这个翻墙这个事情扩展，不仅是它互联网实际的那个墙这个有很多很多被突破了，同时我觉得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一堵墙，甚至很多墙。那么我们如果能从这个概念延展开来，更多的翻越更多的墙，那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好，谢谢。不客气。北方，今年一年来你一直在忙什么？今年一年来，我基本上因为3月份离开网易之后，我基本上致力还是中国互联网的一个观察，还有就是基于一些微博客或者新媒体技术的信息传播体系的一个架构。您觉得就是这一年来中国的互联网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今年的中国互联网变化最大的可能体现在一个是管制和反管制。管制方面，当然他们今年国庆之后，你看到互联网管制并没有放松，并且还在进一步加强。因为7.5事件导致的微博客的封杀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 ，Twitter 也是一直被封锁。这个就是说，这场仗可能还得继续打下去。但你也可以看到，即使像现在已经有 Twitter 的中文推友大量出现，并且从7月8号封锁之后，它还是有大量的新增的中文用户产生。这也就说明，就是说，在政府的控制体系之外，它已经慢慢成熟，或者说正在成熟一个全新的一个信息流通的架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今年的最重要的网络事件是什么？想一下，今年最今年网络事件很多，我认为主要来说可能体现在2件事上。第一件事情就是邓一江事件，因为中国互联网第一次通过网络，然后动员和组织一些人员进入现场，然后干预了事件的进程。当然，另外一件事就是反绿霸非常成功。当然，郭宝峰的最后用明信片的方式成功的喊出来，这也是我认为绝对会在中国互联网上记载下一笔。好，谢谢。先问您现在在忙什么呢？现在也介入一些具体案件，由于我的律师执照被吊销了，所以我只能以公民的身份介入一些具体的个案。同时呢，也在网络上写一些文章，写一些评论。这能说具体的吗？这些案子是或者什么样的？这些案件有的涉及到宗教信仰自由方面的，涉及到法轮功信仰者被迫害的案件也涉及到一些司法冤案，涉及到一些死刑冤案，就是被告人没有犯罪，或者说这个案件证据非常就是几乎没有什么证据，把被告人给判了死刑。还有一些涉及拆迁的行政诉讼。
您做这些不害怕吗？这个我做这方面的维权工作已经很多年了，所以也慢慢的习惯了。我们没有恐惧感。好，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觉得这一年来中国互联网最重要的事情或者事件是什么？从个案来说，影响最大的案件应该是邓玉娇案。那么对于互联网的发展来说，对网络的封锁明显的在加强。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很多人要通过翻墙来看一些被封锁的新闻。那么对网络的封锁在加剧，这个恐怕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这一年来一直在忙什么呢？我还是方针不改，跟07年的那个外出和回到北京以后对流民的关注啊，弱势群体的关注，继续在做这些事情。去年一年也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情，能不能就是形容一下这个具体的？我实际上我也努力想在这些救助流民和我在草原这个旅行中07年以前发现的一些环保灾难呀一些事情做一些挽救吧，或者是解放吧，尽我的能力给他们提供方便。但是呢是个持续的事情，但是一直在努力，是一个持续的事情，不可能终止。你想想去这个二楼村那个毛乌苏沙漠里边这个环境污染这个现场，我已经去年去了有6次了，而且现在逐渐成效，所以我也想在今天大会报喜，因为我觉得人民维权不易，所以说小小一点胜利值得我们张扬，鼓舞大家，因为他们现在农民政府是在压力之下开始投资搞一个环保处理污水的设施，但是呢他们又在偷换概念，可能把15年的那种一笔抹杀，15年对农民造成的损失只为抹杀，所以我们现在重点转移到去年一年，我们在转移到追索补偿赔偿。而且我这次会议回去以后，马上他们就2个农民代表就将到北京，我们对他进行法律培训以后呢，立刻开始给他们联系的是提供的免费法律援助。就是看你的经验，就是一个人通过一个博客，还是能对社会有影响，是吧？我不敢说别的是不是，影响是肯定有，但是能成功不能成功呢？毕竟我们也是弱势，在政治上是弱势。最后一个问题，近年来，您觉得就是中国的互联网有没有什么变化？这个话题我已经听到很多人在问这个东西。我有一个矛盾的说法，就是说互联网的这个由于被控制，它这个开放自由度越来越差了，是倒退了。但是呢，相反呢，我们感觉我们的言论相对自由了，为什么这么矛盾呢？因为很显然，对官方已经在逐年加大力度，包括技术力度，包括那个舆论，等等，在加大力度。显然说环境是越来越差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有些言论似乎比前几年放在网上看不见，还能看见呢？有一些不著名的博客，甚至很极端的言论，他们认为很极端的言论，照样可以存在下去。难道仅仅是管理疏漏吗？不是，我觉得是我们在倒煮青蛙。过去是我们是被青蛙煮，现在我们倒煮青蛙，让他们逐渐的适应自由，让他们的管理人也逐渐感觉到这个已经自己都感觉管理的腻味了，管理的不合情理了，逐渐突破。先问你，就这一年在忙什么呢？今年年初的时候，牛博网被屏蔽掉了，我做了个牛博山寨，然后到上个月我检查的时候，它已经超过100万的访问量了。然后2月份的时候，我就是元宵节央视大火，我又做了一个央视新闻的专题，然后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也有几万的访问量。然后后来又在情人节那天有一个 blog 叫前列腺被刺伤，我又利用 Twitter 做了一个报道。然后邓玉娇案的时候，南都周刊的记者被打了，然后他们也首先打电话告诉我，然后让我通过 Twitter 传播。然后今年还去过一些学校做培训和讲座，做这种新媒体的信息的收集和分发的培训。
那今年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公民记者这个概念，公民记者有没有什么变化？这一年，公民记者这个群体正在膨胀，然后我也在努力的做一些培训和经验分享的工作。我让更多的人拥有这些技能，时刻在某一些特定事件中成为一个公民报道者。今年就是网络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网民的参与的积极性越来越高了，比如说邓玉娇案，比如说杭州70码事件，还有那个上海钓鱼事件的网民的参与程度是前所未有的高。所以这意味着一种变化，就是公民记者会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报道者。好，谢谢参加我们的节目。别客气了，都是老朋友了。哎，装的吗？好，我别装。今年一来一直在做什么？还是自由身份嘛，但是做了2件事情，一件呢就是把地震预测的这个事情搞清楚了，就是哪些人在某种程度上预测了地震又是地震预测是怎么是被隐瞒的，大概采访了9个科学家吧，写了9篇稿子，那花了比较大的力气，但是呢，我觉得从我来说，我比较对得起死去的那些汶川地震的那些亡魂吧。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搞清楚了一半，当然还需要继续的探索。这是一件事情。第2件事情呢，就是出了一本书，叫《中国猛博》，收录了中国就是公共博客，大概17个博客。也是第一次向这个公众展示中共博客的一些共同的一些力量嘛。当然非常可惜，因为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是在香港出版的。希望大家能买到这个书，因为我想这个书最重要的，用一句话概括来说，我是希望能让大家开心的一本书。它并不是简单的反对专制，或者是简单的反对对自由的限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反对一个闷蛋充斥的一个世界，闷蛋。这也是我的博客里面的一直说的东西，以有趣对抗无趣，以微笑应对咆哮的一个主要意思。我想我这一年做的事情不多，但是这2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值得吹嘘一下的。好，那你现在博客还得翻墙看是吧？我博客现在有4个分博客吧，就是有3个是3个需要翻墙的，然后有1个不需要翻墙，但是不需要翻墙的那个呢，文章经常会被删，是这样的。那么前段我有文章被删以后呢，就是大概过了1晚上，我的文章就被删掉了，然后我就写了篇文章叫《我的一夜情》。我说我的文章1晚上就被删掉了，那不是一夜情吗？想知道我一夜情的，请到我的什么母博客去看这些东西。那么后来这个帖没有被删掉，我觉得，而且点击量特高，可见人们对色情的东西永远比反动的要兴趣大得多。那您觉得这1年来，就是中国互联网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什么？我想可能管理部门开始醒过来了吧，然后呢非常大的这个约束管制，然后查封，然后基本上我就觉得可以说是查封的力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可以说是查封元年嘛。但是呢，我希望就是说，真的就是不要自己吓自己是最重要的。有的时候在坟堆里走，看到一个影子，看到自己的影子，他就会被自己吓怕了。我首先就觉得政府不要害怕，当然第2就是今天会上也说的，就是我们自己不要害怕，可以创造一种快乐的一种维权，快乐的一种博客的一种方式。那政府也可以学会一种快乐的管制的一种东西。这我想就是一个互相双赢的，否则的话这下来下去他自己都不是很开心嘛。胡勇老师，谢谢参加我们节目。第1个问题，您现在在忙什么？我基本上还是在忙跟互联网有关的事情，因为我在大学里教这个课，同时呢就是力图就是走到中国互联网的现实当中来看互联网对中国发生什么作用。然后您觉得今年中国网络发生的事件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个人认为最大的事件是绿霸。因为绿霸呢，就是典型的体现了，就是说国家的监管意志与网民的，就是企图利用互联网来做各种事情的这样的一种冲突，而这个冲突的发生，就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说，国家跟网民之间的对话是有很大问题的。好，谢谢。好。冉老师，您现在在忙什么？最近OK， 我最近主要是在写一本关于成都地方历史的书，
对，这是我晚下的工作。晚上的工作的话，就一直在做我的那个博客，就是我想把博客，要做成一个，就是说我自己办的日报。你知道我是每天写的，从不停。那么我觉得就是说要让更多的信息自由流通起来，让信息自由流通，这个国家才有希望。对，那我就是持续的做。这一年，您觉得中国互联网发生的事件最重要的是什么？我觉得中国互联网事件就是说发生最重大的啊，就是说在我看来的话是，整个互联网当中一些精英人士，包括那个越来越多喜欢交流，就进行互相交流的这些信息人士，对于 Twitter 的使用，对于 Twitter， 我认为今年 Twitter 才进入了整个中国的主流圈。对，就是人们，你看我以前知道 Twitter， 我注册了，就是有一推无一推的，那阵就是没有热情，知道吧？尤其是饭否关了过后，整个中国使用微博的人全部都在 Twitter 上了。我认为整个今年中国网络对中国网民来说 ，Twitter 对中国网民的意义尤其重大。Okay. Rebecca, thanks for talking to us. First question, what are you up to these days? What am I up to? That's a good question. I often have trouble figuring that out myself. I'm on leave. I was teaching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for a couple years, teaching new media and doing research. And this year I'm on leave from Hong Kong U working on a book, which is really about how authoritarian regimes survive the internet, with China as Exhibit A, but kind of using that as a departure to talk about how kind of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et and government and democracy, and some lessons that I think people in the West could use to pay attention to as well, in terms of, you know, how governments use the internet in addition to not just being scared of it, you know. And what do you think the most significant trend or the most important happening was over the last year when it comes to the Chinese internet? Yeah, well, there's a lot, you know, I mean, with the earthquake and all these incidents that have been happening, and the Cao Ni Ma, you know, kind of YouTube video. B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really struck me, actually, is that after Twitter got blocked,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ve remained on it and who are sort of joining it, and the way in which the space, which is such a kind of intimate conversational space, has motivated a lot of people to figure out how to get over the Great Firewall, you know, and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is that people often don't feel much motivation. They feel all their friends are inside the Great Firewall anyway, why bother get around it? But with Twitter, you're starting to see kind of this community of people who live in China, who are not exiles or something, who are making a real effort to kind of talk to the world and talk to one another in this space that is hosted outside of China, so that they can have a free conversation. And that's a very interesting trend. I'm not quite sure where it'll lead. Maybe it's not all that significant, but it's one of the many interesting things that's been happening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in the past year. Great, thanks very much.